第234章，这个唐云荣到底是什么人？唐潇看着侯家印，校长，我能借你电脑用一下吗？王腊梅指着唐潇说道：“校长，你看，这丫头到现在都还在嘴硬呢。怎么，你自己查询成绩还能查出花来不成？”侯家印虽然不知道唐潇要做什么，可是他却觉得这个小姑娘不简单，这么做应该有他自己的道理。他点点头，唐潇直接的食指飞快敲下一串东西，很快，电脑页面出现了一个新闻页面，是查询学历的网站。侯家印诧异地盯着页面，医学博士、计算机硕士。林汉也感到疑惑，忍不住走上前，满是诧异道：“这是？”看到唐潇的名字，林汉还是有些不敢置信。王腊梅冲上前，看到的时候也满脸诧异。你就是4年前那个14岁天才少女。4年前，一名14岁的孩子高考，结果拿到了高考状元的称号，被天才少年班录取。只不过这名孩子十分低调，不接受采访，不接受曝光，被保护得很好。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这个人竟然是唐潇。王腊梅此时看着唐潇，一时之间五味杂陈。他没去参加高考，是因为他早就参加过了，而且成绩让人望尘莫及。那你为什么？因为我和校长达成了协议，我留下来也不过是为了 F 班的孩子都能顺利毕业。林汉皱眉，你和校长的协议？唐潇看着侯家印，侯校长，我想你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吧？如今 F 班的成绩也出来了，所有的孩子都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，家委会当即决定捐了1栋楼给学校，还要大摆3天宴席，拉横幅宣传。侯家印自然也被邀请。原本他让唐潇去负责 F 班，也不过是想要试探试探这个小姑娘，没想到她真的成功了。侯家印点点头，当然，侯家英亲自去打开了档案室。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不让你进入档案室吗？唐潇闻言开口，是你说只有优秀毕业生才能进来。侯家英笑了笑，那些都是借口。当年你母亲离开的时候说过，如果将来他的孩子来找他留下的痕迹，一定需要这个小孩有足够的自保能力，才能让我将东西交给他。我那个时候还不理解，他是早有预判，18年之后的你回来这里。现在想来，你母亲也是个很神秘的人。唐潇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，唐云荣当年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侯家英站在门口，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，进去吧，我在门外等你。谢谢。唐潇进入档案室，里面的空间很大，摆满了架子，差不多有2层楼那么高，所有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放置好。唐潇根据时间找到了专门整理10几年前档案的架子，开始寻找唐云荣的相关资料。他推着梯子来到架子前，攀登上去，看着上层的架子，终于看到了唐云荣的档案袋。他的资料很少，就一个薄薄的档案袋。唐潇拆开档案袋，里面只有几页资料，是唐云荣的简历，以及他在校期间发生的事情，包括学生课堂情况和期末情况。上面还有唐云荣的评语，他的字很好看，似乎可以想象得出当初他坐在办公桌边写下这串评语的样子。看完简单的几页纸，唐潇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鲁班锁。鲁班锁又叫孔明锁，一种古老的儿童益智玩具。解开鲁班锁需要一些技巧，一般人很难解开。可是这些东西在唐潇手里自然不是问题，因为在他小时候，唐云荣就将这个更鲁班锁当他的幼儿玩具，所以唐潇在很小的时候就能轻易解开这个鲁班锁。眨眼之间，手中的鲁班锁已经被拆分。突然，里面掉出一个小小的芯片，唐潇忍不住瞪大了双眼，惊讶得无以言表。他妈妈是早就猜到他会找到南丰高校，所以会告诉侯家印，以后他的孩子来找他的相关资料，必须等到他有自保的能力。侯家印自然不会想到那么多，只想着唐潇长大成人，完成高考。而当初唐云荣带着唐潇住在山上，给他鲁班锁当玩具，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件事情。
当年唐云荣意外身亡，却早早地告诉他，没有18岁，他不能下山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似乎都在唐云荣的掌握之中。他甚至都预料到了自己可能会死亡，所以将他托付了给了师傅，学了一身的本领。唐潇只感觉脑袋有些发热，他急忙将资料收好，拿着芯片出了门。门口的侯家英见他出来，看着他发愣的样子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唐潇摇摇头：“没事，谢谢你，侯校长。我先走了。”他要回去看看这个芯片里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唐潇立刻骑上车，飞快地开往老宅。宫傲白回家的时候，林叔过来说道：“二夫人回家之后就把自己锁在书房，到现在都没下来。”宫傲白看向2楼书房的位置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到了2楼，书房的房门紧闭。宫傲白敲了敲房门：“潇潇，进来吧。”宫傲白推开门，就看到唐潇坐在办公桌前，神情凝重地盯着电脑。宫傲白走上前：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唐潇却道：“你来看。”唐潇将电脑屏幕转到宫傲白的面前，男人看了一眼，起先以为是宫叶林留下的芯片内容，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是。虽然这些药物反应公式他不熟悉，可是基本的数据他还有印象。这分明是另外一组数据，这个新的内容。唐潇解释了自己下午去了学校，找到了唐云荣的资料，找到了芯片的事情。这个芯片是我妈咪的，她留下了这个芯片。她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我回去查找真相，她也早就预见了自己的失望。她的死果然和佛剑校这个组织有关系，我不知道她在组织里扮演什么角色。但是这个数据很明显是初始数据，我妈咪拿走了第一手的资料，所以后面他们无论怎么做实验都会失败。宫傲白闻言也忍不住诧异，这个唐云荣到底是什么人？第235章，跟着他，别被发现。唐潇已经按捺不住，我不想等了。宫傲白自然是明白他的意思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，交给我。唐潇却道：“不，我下山自然是要给我妈咪报仇，你不能丢下我。”宫傲白看着唐潇眼神里的倔强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佛剑校这个组织成立这么多年，却一直能在临城扎根，自然有他们的过人之处。宫傲白联系了向金南，让他找相关部门的人秘密处理这件事情。向金南虽然不知道详情，可是他听到佛剑校这个组织就是迫害宫家3兄妹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的元凶之后，立刻拍着胸脯保证：“你放心，我肯定让人将这群乌龟王八蛋都抓起来。”另外一边，宫傲白让人跟踪之前逃跑的赵元，也有了新的发展。对方躲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原本以为这是赵元的老窝，结果没想到这个地方来来回回不少人，竟然是他们的据点之一。也不知道孟昶他们在临城有多少个据点，除了临城又有多少？既然是要将他们连根拔起，自然要调查得清楚些。曲晓峰也给唐潇带来了消息，让他处理完高考的时候之后，立刻回到组织帮忙研究实验。唐潇倒也没有拒绝，眼下他知道了全部的实验数据，很懂得如何有效避开正确步骤。唐云荣之所以偷走了另外一半的资料，很简单，和宫叶林一样，这个实验有悖伦常。如果说永生的代价是别人的性命，那么这个永生就不是永生，而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屠宰手无寸铁人的大刀罢了。你是宫傲白的未婚妻。嫣红双手环绕在胸前，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唐潇，他自然没有避讳。怎么？呵，你上次给我们送了芯片，那你应该也知道，偷走机密资料的人就是宫傲白的父亲宫叶林吧？唐潇点点头，知道呀。嫣红扬起一丝邪恶的笑意，那你就不好奇宫叶林是怎么死的？唐潇装傻，车祸呗。我是宫傲白未婚妻，我能不知道？不过你说这些做什么？你这么在乎宫家的事情，怎么？你该不会也对我男人有意思？唐潇眼神突然一冷，手术刀在他的指尖华丽地转了一圈。我告诉你，
收起你的坏心思。嫣红直勾勾地盯着他，看来这个小丫头是真的不清楚对方到底是孟昶跟前的红人。嫣红举起双手表示投降，放心，我可对你那个瘸腿男人没兴趣。唐潇微微眯起眸子，直接抬手举着手术刀就朝着对方刺去。嫣红身手不错，很快避开了唐潇的攻击，而且成功阻止了唐潇的每一次进攻。下一秒，唐潇趁着对方起身的功夫，将手中的白色粉末朝着嫣红一吹，对方下意识的憋气，可是早已经来不及，只要一点点就能神志不清。唐潇早就吃了解毒剂，所以没什么关系。嫣红尽量保持着身形，可是眼神里却带着几分恐慌，她竟然败在了一个黄毛丫头的手里。唐潇晃动着手里的手术刀，一步一步上前。他最近才摸索明白，嫣红和曲晓峰虽然都是孟昶身边的得力助手，虽然功夫不错，可是药理这块却不精通，所以唐潇才会钻了空子。唐潇也知道，这些人自然是在忌惮自己，毕竟他们监视了宫家这么多年，又怎么可能轻易将宫傲白的未婚妻拉拢到团伙当中？所以唐潇自然要演一出戏，打消他们的顾虑。唐潇拿着手术刀，逐步逼近。嫣红的眼神里终于闪过一丝畏惧。唐潇，住手！关键时候，孟昶赶来了。孟昶看向唐潇：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唐潇这才收回手：“没什么，只是他对我出言不逊，我就教训一下就得了。放心，都是同事，我怎么可能真的对他怎么样？让他回去喝点水就没事了。还有，让你的人也学乖点。我加入你们，是因为你们是事先答应过我。我到你们这里之后，有我想要的各种药材，可以让我做我想做的实验，研究我想要研究的药物。还有，不要打我男人的主意，不然我可翻脸不认人。”孟昶笑了：“没问题。”唐潇扫了一眼嫣红，轻哼一声，继续做实验。嫣红被人扶着下去，眼看着唐潇再次一头扎入实验中，完全就像是一个实验狂魔的样子。孟昶也没打扰，嫣红被搀扶着下去，喝了很多水，这才缓过神来。没想到自己差点被一个小丫头给拿下了。孟昶脸上的神情没多大变化，怎么回事？嫣红立刻站直身体，她是宫家的人，我担心那个臭丫头潜入我们组织内部，有其他心思，所以想要试探一下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就是提了一嘴她的瘸腿老公，她突然对我动手。旁边的徐晶闻言，忍不住轻笑一声：“怪就怪你太小看他了，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小孩，哪一个不是爱得轰轰烈烈？你在他面前说他对象的短处，他可不跟你急。”唐潇不过刚刚高考完的女生，在徐晶眼里自然就是小孩子。孟昶藏在镜片后的眸子闪过一丝冷光。曲晓峰给他下过倩雨的毒，他需要按时服药。宫家的事情他知道的不多，以后别找他麻烦，等东西研究出来再说。嫣红还是担心：“老大，你真的相信唐潇那丫头吗？那你看过唐潇最近实验得出的数据吗？他花了3天，给出了我们整个团队1年都没得出的数据。你说这种人，我要不要留着？”嫣红闻言立刻颔首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在基地里待了2天，唐潇这边要回去一趟。眼下整个实验室他进出自如，没人敢拦着。孟昶对着身后的徐晶说道：“跟着他，别被发现。”徐晶拿过鸭舌帽戴上，明白。唐潇骑着自己的摩托车，朝着宫家老宅驶去。这是他和宫傲白约定好的日子。第236章，他还敢来找你？宫傲白自然是不同意唐潇羊入虎口，可是唐潇为了调查到更多的真相，还是义无反顾去了。所以他便在唐潇带着的银镯子里安装了定位的装置，小东西很精密，刚好一个铃铛大小，哪怕仔细看都看不出玄机。一定定位装置被毁坏，宫傲白守在基地外面的人将会不顾一切代价拯救唐潇。2个人约定好了时间，最长间隔3天便会回来一趟，确保唐潇安全。
同时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佛建校最新进展。唐潇回到老宅，宫卓越率先迎了上来：“二嫂嫂，我好想你呀。”唐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：“知道了，回头带你去买好吃的。”宫卓越嘿嘿笑着，很是开心。宫傲白看着他：“累了吧？”唐潇摇摇头：“没事。”宫傲白看了一眼外面：“跟我来。”两个人来到书房，宫傲白透过窗帘往外看，果然就看见拐角的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。果然，唐潇冷笑一声：“他们还是没信任我。孟昶这个人心思缜密，不能掉以轻心。”宫傲白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先不管这些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，我让人给你做些好吃的。”唐潇点点头，去浴室舒舒服服跑了个澡，然后拿起手机。这段时间去佛建校，手机这类东西自然不能玩。实验室里的每个人都像是机器似的，只会做实验、研究数据。他打开聊天软件，才发现自己被信息轰炸了。F 班的同学们都在群里喊他，大家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才没去参加高考。有些甚至给他找复读学校，有些则是直接聘请他来家里的公司上班。大家伙儿都在想方设法地帮助他。几个月前，这群人还一个个地将唐潇想成了对手，没想到几个月时间，都将他当成了最好的伙伴。见唐潇一直没出来，群里还纷纷猜唐潇是不是遭受了打击，承受不住崩溃了。潇姐，你这一次高考肯定不是故意不去的，你别伤心，大不了再1年，你肯定可以的。潇姐，你成绩那么好，我相信1年的沉淀会让你浴火重生的，加油啊！潇姐，你有什么需要你直接开口说，我能帮的肯定帮。唐潇一点一点地看完聊天记录，看到最后，他们正在讨论谢师宴的事情。毕竟他们都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家里人自然是想着尔大肆操办一场。邵盼福突然说道：“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是不是不好？要是肖姐看见了这个，肯定会伤心吧？”群里诡异地沉默了下来。唐潇笑了笑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别担心我，是我自己不去考试，我没事。”一看到唐潇出来，所有人瞬间激动了，纷纷出来：“肖姐，你这2天不出现，我们好担心你呀。就是，我们还去你住的地方找你了，结果说你好久没回来了，我们差点报警了。”肖姐，唐潇继续回复：“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，这2天刚好有点事情去处理，没怎么看手机，你们的消息我都看到了。放心。”听到唐潇这么说，倪胜第一个回复道：“好，肖姐这么做肯定是有你的打算，我们懂的，也支持你。”胡叶毅：“不错，肖姐想要做什么不过是抬抬手的事情，我们支持你，支持你，支持你。”几个人商量着，大家再聚一聚。毕竟考上大学之后，大家就各奔东西，很难再凑到一起了。众人纷纷同意。唐潇倒也没有推迟，只是让他们商量出来之后，将时间和地点发给他。卧室被人敲响，是宫傲白：“吃饭吧。”唐潇点点头，跟着出去。宫墨风难得也在，宫卓越一蹦一跳地坐到他的身边，笑眯眯地分享着自己期末考试都是满分，要哥宫墨风带着他出去玩。宫墨风点点头：“好，到时候带你去游乐园，想玩什么玩什么。”宫卓越睁大了眼睛，满是兴奋：“那可以和嫂嫂一起去吗？”“可以，到时候喊上你二哥和二嫂嫂。”宫墨风以为他说的是唐潇和宫傲白，谁知小家伙听了摇摇头：“不是，是嫂嫂。”宫墨风替他夹了一块鱼肉，细心地挑好鱼刺。“还有什么嫂嫂？”宫卓越却道：“我都看见了，上次你和嫂嫂在外面亲亲，如果不是嫂嫂，你怎么可能亲亲？”桌上的人都嗅到了八卦的味道，纷纷看向宫墨风。男人低声轻咳一声：“你小孩子家胡说什么？肯定是你看错了。吃饭。”宫卓越哦了一声，随后又像是发现了什么：“大哥，你脖子上好像被蚊子咬了，我给你拿止痒膏吧。”唐潇没忍住，轻笑出声：“这哪里是什么蚊子咬了？
看来是公莫风确实要带回来一个嫂嫂了。公老爷子说道：“把人带回来，让我看看。”公莫风动作微顿，知道这事情瞒不住了。爷爷，你也认识？公老爷子诧异：“我认识。”公莫风这些年一直治病休养，后面好不容易康复了，就一直忙于工作。公老爷子都没听过对方处对象了，怎么还能认识？唐潇自然是猜到了，没说，默默地吃着公傲白投喂的虾仁。是曲晓峰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公老爷子愣了愣，总算想起了什么，神情微变：“他还敢来找你？当年公莫风中毒，公老爷子就怀疑过他，而且对方在公莫风出事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眼下自己的大孙子恢复了，又再次出现，老爷子很难不多想。爷爷，之前的事情不怪他，他也是身不由己。”公卓越好奇地睁大了眼睛：“大哥，爷爷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”老爷子到底没在说什么，给公卓越夹了一筷子肉：“没什么，吃饭。”饭后，公傲白和公莫风两个人站在花园，话题自然牵扯到了曲晓峰的身上。我听潇潇说起过他，也是他带着潇潇加入了组织。你和他现在是什么关系？第237章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恋爱脑。听到公傲白这么问，公莫风自然也没隐瞒，就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公傲白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你做事向来有分寸，但是曲晓峰到底是那边的人，而且当年你都那样了，他一走了之，不闻不问。如今你康复，他又出现在你身边，很难不让人多想。公莫风双手撑在栏杆上，目光看着远处。我知道，但是这一点不怪他，这其中有误会。周围很安静。公莫风继续缓缓说道：“当年她成为我的女朋友，确实是故意接近我。父亲的事情让那个组织一直对我们家心怀芥蒂，所以一直派人监视。而我当初作为家里的长子，自然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。曲晓峰就是那个时候来的。他性格张扬，为人豪放，我喜欢他。而佛剑校那边知道我掌控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他们感觉到了威胁，所以就准备对付我。但是他不舍得对我下手，却被佛剑校告知，那种毒是仙语，和他身上的毒一样，只要每个月按时服用解药，就不会有问题。他信了，结果没想到孟昶骗了他。得知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之后，他着急地回去寻求解药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在那个地方，又怎么可能会救治我？小峰回去之后，出行就受到了限制，他也一直在暗中给我寻找解药。只是我比较幸运，提前遇到了唐潇，解开了我身上的毒。而小峰如今调到高中当任课老师，也是能够离开组织的监视，这样他就机会来见我。所以我不怪他。公傲白轻笑一声，调侃：“没想到你还是个恋爱脑，说的你好像不是一样。如今要将佛剑校这个组织连根拔起，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今天是 F 班的同学聚会，大家早早的来到酒店。如今他们已经结束了考试，没有了顾虑，打算放肆玩一把。女生们个个换上了漂亮的裙子，化着好看的妆容，男生也偷摸着学起了打扮。就连发型都整了。唐潇到的时候，倒是没想到一个个打扮得挺像模像样的。大家因为唐潇没有去参加高考，所以失去的没有继续聊起这个话题。可是看着唐潇心情不错的样子，大家这才稍稍安了心，各自讨论着趁着这个暑假要出去玩的事情。袁菲菲高兴地说道：“潇姐，这一次我们几个人打算去自驾游玩1周。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”邵盼福也热情地邀请。是啊，我们和任远他们打算沿着3877路线绕一圈，沿途的风景我都做了攻略，好多网红打卡的地方。这个季节去也刚刚好呢。唐潇婉婉句：“我还有点事情，你们去玩，不过要注意安全。”说着，唐潇拿出一个小药包：“你们既然要去玩的话，这个药包你们带上，防身的。具体什么功效我都记在上面了。如果自己不小心接触到，需要如何解毒，我也写好了。”唐潇在群里就看到他们说要出去玩的事情，
于是特意准备了一个药包防身。正所谓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唐潇给每个出去玩的同学都准备了药包，算是自己送给他们最后一份毕业礼物。以后有需要帮忙的，可以联系我。任远看着面前的药包，开口道：“萧姐，谢谢。”唐潇轻笑一声：“几个药包而已，说什么谢谢？我的意思是，谢谢你拉我们一把。”在场的人纷纷朝着唐潇看来，回想起几个月之前，他们还是成绩最差的学生。他们因为不被理解闹事，因为不被看好而叛逆，甚至也因此自暴自弃。是唐潇一点一点地拉着他们往前走，从年纪最差的班级一个一个超越，给他们信心，给他们找最好的课外辅导，给他们整理重点，引导他们不同的解题思路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。一路到现在，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原本跟梦境似的大学，竟然被他们拿下了。胡叶一抓了抓脑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萧姐刚来的时候，我还想和萧姐打一架，结果自己没注意，手脱臼了，还是萧姐给我接上的。倪胜也跟着笑，那个时候不懂事，还想和萧姐对着干，结果被萧姐教育了一下，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。米格格红着眼睛：“萧姐，无论我们到时候在哪里，都要经常联系。女生们容易感性。”说着说着，便忍不住哭了。眼看着气氛沉了下去，唐潇这才开口：“行了，就此打住。今天是庆祝你们考上大学，也庆祝你们开启了新人的人生，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，更是庆祝我们能相遇，都高高兴兴的。”大家听到唐潇这么说，纷纷点了点头，气氛再次开始热闹起来。都说扮大小子吃穷老子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是胃口好的时候。很快一桌菜就吃完了，唐潇让服务员又加了不少菜，又加了一箱饮料，同时找了一个借口离开，去大厅将这一桌的账单先结清了。付完账，唐潇转身刚要回去，结果没想到就遇到了张双双他们。果然是冤家路窄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。张双双自然也是考上了大学，考得还行。张江海和向兰芝当即决定要好好庆祝一番，于是特意选了一个不错的酒店，邀请了不少合作伙伴请来。如今的张家因为公家的原因，已经大不如前。虽然张江海对外的时候称呼宋家明一口一个女婿，可是他和张双双一来没订婚，二来张双双年纪太小，这日后的日子还很难说，所以这一次接受邀请的人来的不多，有些能聚就聚，有些拒绝不了的才笑着来祝贺。张江海和向兰芝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可是眼下也只能笑脸迎人，不敢发作。宋家明今天来不来，张双双也不确定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向兰芝低声说道：“你考上大学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他怎么说也要来露个脸吧。就是你和宋家明最近联系的勤不勤？你要多主动点，知不知道？他身边艳艳莺莺的这么多，千万不要被人捷足先登。家明哥最喜欢的人是我，怎么可能会被其他人夺走？”张双双这话说得很是骄傲，她年轻漂亮又聪明，但凡是个正常男人都不会离开她的。于是她拿着手机出来给宋家明打电话，询问对方来不来。我还在开会，没时间。电话那头的宋家明声音懒懒的，似乎有些疲惫。张双双不依不挠：“可是今天是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，你真的不来，这样我的面子往哪儿搁？”话还没说完，张双双一抬头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唐潇，瞬间瞪大了双眼。唐潇，宋家明自然也听到了。“你说什么？”张双双回答道：“没什么，我看唐潇今天也在这里吃饭，他还好意思出现在这里。”张双双对此满是不屑，这个臭丫头被他催眠之后，果然是没去参加高考。一想到这里，张双双心情就好了不少。第238章，要不你去看看名人墙。宋家明的脸上扬起一丝笑意，紧接着张双双就听到一阵铃声响起，眼神瞬间发直。“双双，那就去做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吧。
下一秒，张双双神情恢复，挂断了电话，朝着唐潇走去。哟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这是得知我考上了大学，特意过来给我庆祝的。唐潇目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没理会，起身朝着包厢走去。张双双冷哼一声，挡住了唐潇的去路。你在这里装什么？我未来的日子那可是平步青云，日后将会是人中龙凤。而你，一个学历只有高中的无业游民，还甩脸给谁看呢？我当初还以为你多厉害呢，结果连考试都没去。该不会是所有考试都是你作弊得来的？但是高考考场的考试太严格，你没办法作弊了，害怕考试成绩太难看，所以才不敢去的吧？唐潇轻笑一声，以后笔给你，你来写，脑子倒是挺能想象。张双双却依旧高调，你就算不承认也没用，我如今上了大学是事实，而你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的野丫头罢了，拿什么和我比？谁说我没考上大学？张双双闻言笑得更欢了，还在死鸭子嘴硬呢。你没成绩这件事情，那可是人尽皆知，你还逞能呢？真不是不怕人笑话。难不成龚傲白给你买了上大学的资格？可是你这0分的成绩，有大学会收你吗？唐潇却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如果你现在去南丰高校的大门前经过，会发现名人墙上会有我的名字。”张双双笑着：“唐潇，你该不会是疯了吧？就你还上名人墙？南丰高校里有一面墙，上面贴着很多名家海报，都是这个学校毕业出去的精英。他们有些是上市公司老板，也有些是艺术界的翘楚、明星等等。而唐潇，一个大学都没考上的女人，能上那名人墙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。”向兰芝在一边也嗤笑着说道：“名人墙，就你，唐潇啊，你这口气也太大了吧！你要是能上名人墙，我的名字倒过来写。”张双双跟在旁边一唱一和：“我知道了，肯定又是龚傲白花钱给你做的吧？但是我听说南丰高校的名人墙，可不是说花钱就能上的。之前也有人想上去，结果给了多少钱，学校就是不受理。这可是关乎一个学校的脸面。我在想，人究竟是要多无知，才能会想到去花钱上名人墙啊？不如你把这个钱给我，我可以搭建一面墙，把你照片贴上去，要不给你再盖个小房子，做个公共洗手间，你信我？到时候保证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这所谓的名人墙。”唐潇却道：“我真替你们可悲，我4年前就走完的路，你们现在依旧追不上我。”说完，唐潇看向张双双：“如果我的消息没错，你考的不过一个3流大学，然后张家要送你去国外留学，过几年镀上一层金，再假装海归高材生回来，对吧？就你这样的，还好意思大张旗鼓炫耀自己光耀门楣了？不过也对，算是光宗耀祖了吧？毕竟你们一家子也拼凑不出一个脑子。”张双双眼神变得凶狠：“我那是靠自己的本事，是能出去镀金，确实是你的本事。但是如果我是你，我只会低调地夹起尾巴做人，而不是在曾经的高考状元面前炫耀。”张双双听到高考状元这几个字，瞬间笑得更加大声了：“就你还高考状元？唐潇，你该不会是因为没能顺利参加高考，疯了吧？”唐潇反问：“你又怎么知道我没参加？笑话，原本南丰高校的年级第一没去参加高考这件事情，谁不知道？”唐潇悠悠开口：“哦，这样啊，我还以为某人会记得，他是想催眠我，让我不要去考场。”张双双一愣，他难不成是知道什么了？不可能，宋佳明说了，被催眠的人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催眠了，更不会知道是谁下的手。而且唐潇确实被他控制的没有去参加考试，他应该是成功了。一想到这里，张双双的心也稍微冷静下来几分。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唐潇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张双双，没说话。“潇姐，潇姐。”这个时候，原本应该在包厢里等着唐潇回去的倪胜等人忍不住跑了出来，满是兴奋地说道：“潇姐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
难怪几个女生说去洗手间没就看见你。张双双双手环绕在胸前，看着倪胜等人，脸上的笑容带着嘲讽。唐潇，你的这些同班同学也未免太不懂事了吧？他们应该个个都考上了吧？这样聚在一起，不是诚心想让你难堪吗？倪胜翻了一个白眼，你懂什么？一边的高成按捺不住，兴奋道：倪胜，你和他有什么好说的？赶紧把东西拿出来，让肖姐看看。倪胜这才想到了什么似的，立刻点开手机，打开学校论坛。肖姐，今天我看到论坛里有人发了名人墙，你竟然在上面。原来你当年14岁就去参加了高考，还是高考状元。张双双一听，瞬间就傻眼了。可是他坚决不相信，不可能。倪胜冷哼一声，我才懒得骗你。你自己看去。张双双很明显不相信，拿出手机点开论坛，做事要狠狠打他们的脸。结果没想到他真的看到了那个帖子，刚刚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张双双满脸难以置信，所以你不去参加高考，是因为……胡叶一高声道：我肖姐随便动动手指就是年级第一，就你这成绩，还敢瞧不起谁呢？我刚才还以为你在炫耀什么呢，结果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笑死人了。肖姐，以后遇到这种人，咱也别谦虚了，不然有些人还真的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呢。就是，我们回去吃饭，大家都还在等着你呢。众人簇拥着唐潇往里走，张双双自然是气不过，这个唐潇竟然刚耍他，他立刻晃动着手里的铃铛，咬牙切齿道：唐潇，你给我滚过来道歉！果然，唐潇的脚步一顿，第239章，还想着我会被你控制不成？眼见着唐潇缓缓转身，张双双脸上的神情出现一丝狰狞的笑意。你们一个个捧着唐潇又有什么用？对方还不是跟条狗一样，只能听我的命令。旁边的张江海说道：和他们有什么好说的？走吧，客人都在包厢里等着。张双双却道：爸，不在乎这么一会儿。他不怀好意地看向唐潇：滚过来，跪下，和我道歉。张双双一字一句，眼神阴毒。高成站在唐潇身边，闻言冷嗤一声：张双双，你是脑子秀逗了吧？就你还敢叫我们肖姐给你跪下？张双双举起手腕，手腕上的铃铛也随之发出一声脆响。唐潇一步一步朝着他走来，张双双脸上的笑容也逐渐猖狂起来。就算是上了名人墙又怎样？就算是高考状元又怎样？就算是龚傲白的未婚妻又怎样？现在还不是一只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的听话的狗。唐潇站到他的面前，张双双就像是女王般再次红唇微动，跪下。唐潇面无表情的微微屈身，身后的高成等人神情瞬间紧绷。萧姐，不会真的要给这个女人跪下吧？结果没想到唐潇却只是微微屈身，再抬头看向张双双：怎么，你真的以为我会给你跪下？这下张双双震惊了，满是诧异：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被……怎么还想着我会被你控制不成？张双双，你要不动动你的脑子？张双双听到对方这么说，气瞬间不打一处来，拼命地摇晃着手中的铃铛。他当初明明看到唐潇吞下了拿完药的，明明都已经操控着对方不能去参加高考了，现在怎么突然失效了？等等，唐潇不去参加考试，好像是他自己不乐意去，难不成他一开始就想错了？张双双眼神里闪过慌乱，可是逐渐变得凶狠。这个唐潇一直在耍自己，害他误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，结果什么都不是。他刚刚还在唐潇面前炫耀自己要出国，可是和唐潇一对比，根本什么都不是。这个女人就是故意的，她就是要看自己出丑。张双双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杀意。唐潇，你骗我！唐潇勾了勾唇，我骗你什么了？还不都是你自己异想天开？难不成你摇晃摇晃手中的铃铛，我就要乖乖听你的话？张双双，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？
唐潇、张双双张牙舞爪的就要冲着唐潇扑去，却被他轻而易举的躲过。张双双扑了一个空，整个人狼狈的倒在了地上。他动作僵了僵，脑子里出现一句话，那就去做你一直想做的事情。而张双双一直想做的事情，就是让唐潇消失。唐潇自然也看出了张双双的不对劲，他神情狰狞的再次朝着唐潇冲了过去，结果没想到却被唐潇微微一个抬脚，整个人瞬间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向兰芝姐忙上前，双双、张江海挡在张双双的面前，你干什么？唐潇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唐潇笑了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我欺人太甚？刚才可是他不依不挠，我不过是自保而已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和你老子说话都敢这个态度。唐潇眼神微冷，我老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唐潇就一个妈，名叫唐云荣，你这种货色不配和他相提并论。你，张江海气急，眼看着周围看好戏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只能隐忍着，哼，我不和你这种没大没小的野丫头一般计较。说完，他便带着张双双和向兰芝往回走。张双双依旧不甘心，张江海开口道：“行了，包厢里人都等着呢。”向兰芝也劝说道：“双双，乖，我们走。”张双双这才离开。倪胜切了一声，很快就满是崇拜地看着唐潇：“潇姐，你之前怎么没和我们说你是高考状元呢？”啊，这也太流弊了吧！人远不解，潇姐，你既然都已经完成了学业，为什么还要来南丰高校？唐潇自然不可能说起唐云荣的事情，于是随口说道：“是校长的意思。”他说的含糊，很快就有人联想到：“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校长知道了我们的情况，特意让潇姐帮我们。”对，没错，没想到校长用心良苦。唐潇没否认，直接装糊涂，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去接你。是龚傲白发来的消息，这边快结束了，不过他们还想着去唱歌，我去露了脸就回去，地址发我。唐潇将地址发给龚傲白，其实我自己回去也行的，想你了。唐潇微微一笑，收起手机，高成八卦，潇姐，和谁聊天这么开心呢？唐潇并没有隐瞒，我对象。众人自然是想到那位足以撼动整个临城的龚家二少，心里都忍不住给唐潇点赞。听闻这龚家二少脾气不好，可是看唐潇的反应，很明显小两口感情很好嘛。看来传闻也不能全信。吃的差不多了，众人出发去了 KTV。原本就疯的几个人，此时拿着话筒就开始唱歌。米格格是会跳舞的，随即跳了一段，直接将气氛推到了高潮。房间内气氛热烈，唐潇想着出来吹下新鲜空气，结果刚刚出走廊没多久，就看见一层烟雾四散开来。紧接着，走廊里的警报器响起，着火了。房间里的其他人自然也是听到了，大家纷纷疑惑地探出脑袋。唐潇快速走来，着火了，走！众人没犹豫，快速跟上来。唱歌的人不少，而且多的是和他们一样考试结束之后来消费的，年纪都不大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自然是会慌张。大家尖叫着朝着走廊跑去。这个情况自然是不能坐电梯，可是他们跑到安全通道，却发现安全通道被人用杂物挡着了，根本打不开。怎么回事？工作人员也有些慌了。奇怪，谁把安全通道堵住了？刚才明明还好好的呀！眼看着烟雾越来越大，有人害怕的不顾一切想去坐电梯，可是电梯却压根没有反应。这里是15层，直接从窗户走那自然是必死无疑。两处的安全通道都被人用杂物堵住，推不开。唐潇微微拧眉，这显然不正常。米格格忍不住哭了：“你说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”眼看着烟雾越来越大，大家都开始慌了，不少人一边哭着一边咳嗽。唐潇护住鼻子，对着大家说道：“大家捂好口鼻，保持冷静。”说着，他抓过一边明显六神无主的服务生，
我看到你们吧台有很多毛巾，分给学生。快，有领头的人站出来，大家自然也保持了镇定。任远立刻打电话给消防，表示自己被困在了15层，出不去，这里还有几十人。高成等人也纷纷打电话给家里，毕竟他们可都是家里的千金少爷。出了事，家里人肯定第一时间会召集所有力量来帮忙。服务生很快就拿来了毛巾，大家立刻接了水，捂住了口鼻，退到一处离烟雾较远的包厢内。房间里没有窗户，因为是高层建筑的原因，走廊外面的窗户也都十分狭小，根本无法让人通过。第240章，这场火不对劲。唐潇抬头看着天花板，立刻问服务生：“这里的通风口可以通向哪里？”服务生强壮镇定：“应该可以通向外面。”高成一听，立刻让任远坐在自己的脖子上骑了上去，两个人顺利移开了天花板的旧通风口，位置不大，但是刚好通那一人通过。任远上去之后，倪胜和胡叶一几个人也纷纷按照这个办法爬了上去，其他人紧跟着也想往上爬，毕竟留下来这是要等死。唐潇冷声道：“你们都在这里等着。”其他人闻言立刻说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我们留下来等死是不是？凭什么他们能上去？”“就是啊，我们也要上去。”唐潇面色一冷，说道：“天花板承受不住几十个人的重量，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跑了，而是去搬走安全通道的杂物。” F 班的其他同学比起外人，此时也冷静许多，纷纷劝着大家，让他们安心。服务生也跟着说道：“这个天花板比较脆弱，确实承受不住我们太多人的重量，大家放心，救援很快就会到的。”话虽如此，可是火势蔓延得太快了，烟雾已经渗透进来，大家都捂着口鼻止不住的咳嗽。再这样下去，只怕大家都撑不了多久。终于，安全通道的地方传来任远他们的声音：“你们坚持住，我们很快就救你们出来。”安全通道这边的火势很大，整扇门几乎都着了，徒手根本无法抗衡。更加要命的是，他们发现这扇门的外面被人加了一把锁，他们根本打不开。任远使劲踹了一脚，可是这扇门却依旧毫无动静。让开！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。任远他们一转身，却发现一个高大的男人快速走了上来，是龚傲白。还不等任远他们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听一声枪响，子弹刚好打在了锁上。紧接着，男人猛地抬脚一踹，安全通道的门终于被打开，一群人匆匆跑了出来。龚傲白目光急切地搜索着唐潇的影子：“潇潇，我没事。”唐潇让所有人都出去之后，最后一个才跑了出来。龚傲白一把抓过他的手，快速往楼下跑，一直到了楼下，唐潇才有些惊魂未定地看着龚傲白。男人一把将他搂入怀中，后怕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：“没事了。”这句话仿佛也是说给自己听。唐潇点了点头，冷静下来之后，唐潇才说道：“这场火不对劲，消防通道2个出口都被堵住，而且起火速度很快，外面甚至还被铁链锁上，很像是人为。”龚傲白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暗芒：“我来调查，庆幸的是没有人受伤，大家也被各自的家常接送回去。苏远这边也开始调查，确实是有人故意堵住了安全通道，并且上了锁。对方戴着鸭舌帽，看不到脸，而且还是团伙作案，甚至消防车赶来的时候，也在路上被的恶意堵车了一段时间。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就是人为。对方的目标是谁不清楚，但是既然伤害了唐潇，自然是不行。F 班的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是人为之后，所有的家长们纷纷站出来，势必要将这个人找出来。他们一个个可是心肝宝贝，如今这么争气考上了大学，结果却被人害得差点命丧火海。家长们直接成立了一个寻找真凶联盟，势必要将这群人给抓获。张双双看着新闻上推送的大火的消息，心里忍不住升起一股恶意。这个唐潇怎么命这么大？
这样都没能把他烧死。向兰芝自然也注意到了，他忍不住上去问道：“这起大火，你有没有参与？”张双双装傻：“关我什么事情？”那就好，现在整个临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调查这起大火背后的幕后真凶。真要是你，我们得连夜跑路。张双双不以为意，他不过是打了个电话，怎么找都不会找上他。只是那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，这样都杀不死唐潇。过了这个暑假，他就要离开临城。不行，他不能让唐潇活到冬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股说不出的愤怒让张双双恨不得唐潇就这样去死。他拿起手机，继续给那伙人发消息：“3天之内，我必须见到唐潇的尸体。对方也是要钱不要命的人。”立刻回复：“没问题。”如今王妈已经离开，老宅也不再充满危险。宫傲白加强了守卫，围墙的一圈还增加了高压电。门窗在重新装修之后都换上了防弹玻璃，安全等级可谓提高了不少。唐潇便想着搬出去，和宫傲白提了这个建议：“你要离开我。”唐潇解释：“不是离开你，我总不能一直住在老宅吧？当初我也是因为担心王妈会暗中出手，所以才住在这里。现在王妈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，我也可以不用继续待着了。”宫傲白看着他的眼睛，把人卷入怀中，俯身几乎是贴着他的耳朵开口：“就这么舍得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？”唐潇的耳朵怕痒，忍不住瑟缩了一下，故作淡定地开口：“你也可以偶尔来我家睡。”宫傲白轻笑：“你知道这样说的后果吗？”“什么后果？”“邀请一个男人回家过夜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行为。”唐潇看着他：“那你会让我陷入危险中吗？”宫傲白宠溺地亲了他一口：“这辈子都不会。”唐潇嘴角微微勾起，眼神也带着笑意：“那不就得了？”唐潇说着，奖赏似的亲了宫傲白一口，然后去和爷爷说这个事情。宫傲白站在原地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被亲到的地方，宠溺地摇了摇头，竟然被一个小姑娘撩拨了。宫老爷子听到他这么说，虽然不舍，但是也支持他。毕竟小姑娘家一直住在这里，确实也不合适。等以后明媒正娶，再让唐潇风风光光地住进来。宫卓越自然是十分不舍的，朝着唐潇撒娇，非要他一直住着。老爷子笑着劝说：“你嫂嫂现在还没嫁进来呢，而且她和你一样，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她回去之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等以后他们结婚了，到时候你们还是能住在一起。”宫卓越也是个十分懂事的小孩，听到老爷子这么说，便乖巧地说道：“二嫂嫂，你要常常来找我玩。”“一定。”唐潇搬回去之后，花了点时间让人将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，同时立刻扩大了自己的实验室，找了不少毒虫，这些都是在佛剑校那个组织学来的。眼下他没什么事情，便跑去组织做实验，查探底细。自己回来之后，再想着应对之策。相关部门这边已经开始策划，但是一直没有动静，这让唐潇产生一丝不好的预感。还没等他想不明白，宫卓越这边便出了事情。第241章，和我作对的人都得死。唐潇的手机收到一张照片，打开，是宫卓越，他的嘴巴被胶带捆着，手脚被束缚，一双眼睛畏惧地看着镜头。下一秒，电话进来了，唐潇立刻接起：“喂，小屁孩在我手里，不想他死的话，按照我说的做，不然就等着替他收尸吧。你们想怎么样？不准报警，一个人来钱康大桥这边，等我下一步通知。”说完，对方挂断了电话。唐潇立刻拿起车钥匙出门，同时给宫傲白打了电话。月月被绑架了。电话那头，宫傲白正在案发现场，司机被人打晕，车子停在了路边，而宫卓越失踪了才半小时。唐潇是怎么知道的？绑匪联系你了？唐潇应了一声：“他们让我按照他们说的去做，不准报警。我怀疑我走出大门就会被盯上，我会打开定位，你跟着定位走，明白？”挂断电话，唐潇打开，骑上自己的机车，
朝着对方说的对方开去。到了钱康大桥之后，唐潇停下，扫视了一圈，这里路过的新人不少，没看到什么嫌疑人。这个时候，唐潇的电话再次响起：“我到了，你们在哪儿？来平和路第2个十字路口。”说完，对方再次挂断了电话。唐潇此时也没办法，只能跟着对方的指示去做。对方很谨慎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来判断唐潇身边到底有没有人跟着。唐潇被他们忽悠着，几乎把整个临城都转悠了一圈。终于，对方耍够了，让唐潇去了一个仓库。苏远和龚傲白没马上跟上去，这伙人警觉，他们不能轻举妄动。看着唐潇的定位不断的前进的信号，龚傲白发出消息，所有人的人开始出动。他自然要保证唐潇和龚卓越的安全。这边手下的人也拿到了早上车子出事的监控，是有人故意设计司机进到了小路，然后开车逼停龚卓越的车，带走了他。看着这几个人的身形，龚傲白微微皱眉，是 KTV 纵火的那群人。虽然这些人都没有露面，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走路习惯，再加上这伙人的身高、体型等等，龚傲白一眼就判断出来，纵火和绑架都是同一伙人，他们的目标是唐潇。此时的唐潇根据指示来到了仓库，他一进去就闻到了一股子的汽油味，他心里警惕，一抬头就看见龚卓越被他们绑在了半空，而他的下面是一个油桶，上面早已经点燃了火。呜呜呜！龚卓越嘴巴对堵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呜呜叫着。而捆绑着龚卓越的绳子下面也有一截小蜡烛，眼看着拉住就要烧断了这根绳子，唐潇顾不得更多，快速从摩托车上下来，一脚踢飞了蜡烛，紧紧抓着绳子。月月别怕，会没事的。角落里传来一个鼓掌的声音，幕后的凶手终于缓缓从背后走了出来。唐潇定睛一看，是张双双，果然是你。张双双脸上的笑容带着得意。唐潇，今天你的时期到了。唐潇没说话，依旧紧紧抓着绳子，看着对方被牵制。张双双自然是开心。你说 KTV 那场大火烧不死你，那就只能找这个小屁孩来替你陪葬了。唐潇咬牙，他不过是个孩子。张双双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张双双冷笑一声，要怪就只能怪你，他是因为你才死的。唐潇，我原本也没想着杀你，你说你在你那大山里待着，安度余生不好吗？非要出来跟我抢。你说你是来替嫁的，既然我如今答应嫁给龚傲白了，你还非要霸占着他做什么？而且你非要抢我风头，抢我的名声，处处跟我作对，害我考上大学这件事情都变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。你知道的，和我作对的人都要死。唐潇冷冷看着张双双，果然是你，你知道了又怎样？有本事你去告我呀！哦，不对，你压根就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。张双双笑着挥了挥手，身后几个男人便走了出来。怎么玩随便你，只要他不能活着离开就行。身后的几个混混都是他找的，身上背过人命的。这些人是要钱不要命，只要给的钱够多，他们就会乐意帮你办事。张双双死死盯着唐潇，笑声逐渐阴冷。你就好好享受这死前的狂欢吧。对了，千万不要松手哦，不然这个小鬼可就活不了了。几个男人不怀好意地朝着唐潇靠近，其中一个人贱兮兮地朝着唐潇伸出手，下一秒，一条黑色突然从唐潇的衣兜里钻了出来，缠绕在他的胳膊上。黑蛇吐着信子，盯着众人，让人脊背发凉。其中一个男人不屑道：“不就是一条黑蛇吗？怕什么？”说完，对方就要伸手去抓，结果没想到被黑蛇一口咬在了手背上，对方瞬间口吐白沫，浑身痉挛地倒了下去。其他人见状，吓得纷纷后退。唐潇见状，立刻踹开了距离最近的一个人，然后将绳子快速地缠绕在一边的栏杆上，一直拉着龚卓越。他也支撑不了多久，眼下双手挣脱了束缚。唐潇捏了捏10根手指，
一起上，别耽误时间。”张双双见状，立刻怒喝道：“你们怎么回事？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拿下！”其余人立刻朝着唐潇冲去。可是他们明显低估了一个小丫头的战斗力，其中一个男人一脚被踹飞，差一点掉了下去。另外一个人刚要上前，结果面前一阵白色粉末闪过，对方直接跪了下去，眼看着唐潇就要将他们全部打趴下。其中一个光头的男人直接冲去要解开龚卓越的绳子，果然这样做很快吸引了唐潇的注意力。唐潇立刻上前，可是这样也是露出了破绽。他一手抓住绳子，缠在腰上，目光冷冷地看向他们。一个穿着背心、身高约莫1.9米的男人拿出匕首，目光凶狠地朝着唐潇冲去。对方很显然是练过的，再加上两个人体型差很大，力量也相差悬殊。唐潇打在对方的身上，对方几乎感受不到疼痛，哪怕是用银针，竟然也刺透不进去。第242章，我去把他带出来。唐潇被一脚踹飞，手中的绳子也短暂地松了片刻。眼看着龚卓越就要掉入燃烧的油桶当中，他立刻飞扑上去，紧紧地抓住了绳子。看到唐潇吃瘪的狼狈模样，龚卓越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。唐潇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眼看着此时的唐潇因为龚卓越被束缚着，无法动弹，张双双眼底升起一丝邪恶的心思。慢着！说完，张双双走上前，对着旁边的打手伸出手：“刀给我！”对方给了张双双一把刀，他朝着唐潇一步一步靠近。“我看着你这张脸就来气，龚傲白能看上你，肯定是你这张和你妈一样的狐媚子脸。你说我要是把你的脸皮扒下来，送给龚傲白，你说他会不会很满意呢？”张双双笑得阴冷，举起刀就朝着唐潇的脸上划去。没想到旁边的光头却出手制止，说好的先让我们兄弟爽一把，随后他交给你随便怎么处置。张双双想了想，面色阴狠地看向唐潇：“也好，我会拍下你到时候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画面，好好享受当下吧。”说着，对方竟然拿出了手机，打算要拍摄。唐潇扫了一眼，眼下的局势对他很不利。就在这时，几辆越野车直接冲了进来，车子停下，下来一群身穿黑色衣服的保镖。一瞬间，张双双请来的几个打手瞬间紧张起来，眼看着保镖们就要冲上来，其中一个人直接从裤腰里掏出了手枪。大战一触即发，这群人刚才没动枪，就是不想伤到唐潇，影响了到时候玩的乐趣。可是对于其他人，他们可不在乎。龚傲白看着被吊在绳上的龚卓越，还在倒在地上苦苦支撑的唐潇，脸上瞬间起了一层寒冰。他借着底下的脚架，几步便爬了上去，一个翻身，直接落到了唐潇的身边，接过他手中的绳子，直接将龚卓越拉了起来。龚卓越被救下，解开了身上的束缚，害怕地抱住了龚傲白：“二哥，没事，别怕。”龚傲白摸了摸龚卓越的小脑袋，对着唐潇说道：“你带着月月先出去，这里交给我。”眼下这边一片混乱，他担心唐潇和龚卓越会遇到危险。唐潇点了点头：“小心。”一张双双躲在暗处，眼看着龚傲白来救人，心里的恨意再次升起。如果让唐潇跑了，那么接下来他的日子可不好过。他绑架了龚家的三小姐，如今还被龚傲白发现，但凡他们离开，那他就完蛋了。宋家虽然和龚家不和，但是却从未真正撕破脸皮，自然也不会为了他和龚家争得你死我活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。他朝着一个打手示意，让他别让唐潇跑了。同时，自己立刻跑到1楼的位置，将刚刚准备好的汽油全部都倒了出来。紧接着，他跑到门口的位置，冷眼看着里面的一群人。这几个不要命的打手手中有枪，而龚傲白这边人多势众，可是因为枪支的压制，也不经忌惮，双方争执不下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一边的张双双。他冷笑着，缓缓举起手，他的手中正拿着一个打火机，
唐潇察觉到张双双的举动，一把捡起地上的匕首，几乎是电光火石之间，张双双按下了打火机，而唐潇手中的匕首也瞬间飞了出去。啊！张双双惨叫一声，匕首刚好穿透了他的掌心，紧接着砰的一声，他直接跪在了地上。而他花钱请来的打手，没想到宫傲白这边的人一个个这么猛，他们的兄弟一个个折在了这里。为首的见状，自然想着先逃离，结果没想到一抬头就看到了张双双那个娘们将汽油倒满了整个仓库，眼看着这个女人就要一把火烧了这里。为首的顿时急了，这个女人是卸磨杀驴呀！他举起手枪对准了张双双，砰的一声，张双双膝盖瞬间出现了一个血洞，瞬间倒地。啊！手中的打火机掉落，瞬间点燃了脚下早已经被汽油浇过的地方，大火顺着汽油一路烧到了刚才油桶的位置，同时也将张双双包裹。张双双痛苦地哀嚎着，整个人瞬间被大火席卷，她痛苦地想要起身，可是腿上被枪打过的地方却疼得她压根站不起来，哀嚎声凄惨瘆人。此时，整个仓库也被大火包围。宫傲白扫了一眼，大门的位置已经被大火吞噬。这个仓库只有这么一个大门，后门被货物堵死，根本出不去。周围的窗户很高，窗口狭小，只能让身材瘦小的人爬出去。他们要是想出去，就必须走大门。宫傲白脱下外套，套在了宫卓越的头上，一把将人抱起，眼睛闭上。宫卓越十分听话地闭上眼睛，趴在宫傲白的身上。宫傲白一手抓起唐潇的手，走。这个仓库后面堆积的材料全都是易燃物，可见张双双当初挑选这边的时候就已经做足了准备。这个人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要将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。而张双双收买的几个打手此时纷纷朝着外面跑去。他们看到躺在门口被大火吞噬的张双双，旁边一个手下大喊：“老大，他怎么办？别让他死了！”尾款还没结算，一群人直接将他从火海里拉了出来。可是身后就是宫傲白的人，他们不敢耽搁，刚要先跑路，结果没想到还没走2步，就遇到了另外一拨人。少谦推开车门下来，冷勾起嘴角：“哥几个这么着急走做什么？”说完，少谦对着手下的人使了一个眼神，几个人瞬间围了上去。打手们想逃，可是少谦派来的人个个都是练家子，再加上身后还有苏远带着人围堵，他们是插翅难飞。宫傲白带着唐潇快速往外走。唐潇看了一眼手腕，他一直戴在手腕上的银手镯却掉了，那是唐云荣留给他的东西，不贵，但是做工精致。唐潇一直带着，他快速对着宫傲白说道：“你和月月先出去，我去找一找。”潇潇，很快，唐潇说完就往里面跑。宫傲白微微蹙眉，一把拉住身边的苏远，把宫卓越递了过去，带着他先出去。宫总，那你呢？我去把潇潇带出来。第243章，他受伤了，手镯应该是刚刚和这群人打架的时候弄掉的。唐潇快速爬到架子上，低头快速寻找着。眼下仓库内浓烟四起，可见度变低，而且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唐潇捂住口鼻，低头寻找。终于在角落的位置，他看到了手镯，应该是他刚刚摔倒之后，手镯磕到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断开了。他没有发现，捡起手镯，唐潇转身就往外走。可是原本张双双准备着要烧死宫卓越的油桶，却突然发生了爆炸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底下的架子直接被炸塌了。唐潇的身体也跟着一阵晃动，勉强抓住扶手才没有掉落。可是眼下扶手变得滚烫，唐潇根本抓不住，而四周的烟雾越来越大，模糊了视线，更是让人喘不上气来。潇潇，宫傲白利用地形，一个翻身跳到了上面的架子上，将唐潇拉了回来。唐潇诧异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可能留你一个人在里面。”宫傲白快速扫视了一圈，单手抱起唐潇，就像是抱起宫卓越一样。“你别怕，
男人一只手撑着栏杆，一个翻身，直接从2层的架子上稳稳跳到了地面，然后才将唐潇放下。眼下四周都是火，门口那位置的火苗更是蹿得老高。唐潇突然想到，我有摩托车，我们坐摩托车冲出去。唐潇快速上了车，将安全头盔递给男人，可是龚傲白却不管不顾，将头盔给他系上。你别说话，快走！唐潇没办法犹豫，拧动着把手，摩托车的引擎发出了阵阵轰鸣声。当初车子改装的时候，就特意考虑过防火的这一性能，所以这里的火苗在此刻倒也不足为惧。苏远等人站在外面，急得团团转，这人怎么还不出来？邵谦等不及了，做事就要往里面冲，被其余人拦下。邵总，里面的火太大了，您不能进去，放开！潇潇还在里面，您不能进去。就在这时，苏远动作一顿，说道：“你们听，是摩托车的声音，周围倒是都是燃烧物的声音。仔细听，才发现摩托车的声音。下一秒，一道身影从门口的地方冲了出来，正是唐潇和龚傲白。结果2个人刚刚冲了出来，里面再次传来一声爆炸的声响，砰的一声巨响。龚傲白快速将唐潇护在身下，爆炸的冲击波直接将龚傲白等人给震飞了出去。一时之间，整个仓库火光四溅。潇潇、龚总，众人飞速地朝着龚傲白和唐潇冲去。唐潇落地滚了几圈，他起身晃了晃脑袋，因为头盔的保护，他并没有受伤。邵谦赶到他的身边，满脸急切：“潇潇，你没事吧？”唐潇摘下头盔，深呼吸了几口气，这才摇了摇头：“没事。”龚总，龚总。唐潇一愣，立刻看向龚傲白。他立刻检查了一下男人的外伤，额头有出血，脊背的位置也是龚傲白。此时的龚傲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龚卓越站在一边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哥哥！”龚傲白的额上渗着血，身下的血迹也一点一点地渗透开来。他受伤了。邵谦检查了一番，脸色严肃：“马上送去医院。刚才爆炸，有碎片伤到了身体，伤口看着很深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”唐潇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慌乱，他看到龚傲白身上的白衬衣被染成了血红色，鲜血还在不在地渗透出来，他的脑袋瞬间变得空白。邵谦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潇潇，冷静，他会没事的。”唐潇点了点头，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止血，将龚傲白送到医院，快速做手术。他试着给男人把脉，脸色再次白了一瞬。男人的情况很不好。龚卓越急得直哭：“嫂嫂，你会救二哥的，对不对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哥哥有事的。”唐潇从兜里掏出一个药丸，给男人服下。同时，消防车、救护车和警车也一并赶来了。众人第一时间将龚傲白抬上了车。“苏远，你照顾好月月。”说完，他又看向邵谦：“这里就拜托你了。”邵谦点点头：“放心去吧。”跟着救护车来到医院，龚傲白第一时间就被送到了手术室。唐潇看着手术室亮起的红灯，心脏的某个位置也像是被人紧紧地揪住了一样。他缓缓低头，才发现自己的双手早已经被鲜血染红。他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龚墨峰和龚老爷子赶到，让他先去休息，这里交给他们就行。龚老爷子看着唐潇的小脸煞白，没有一丝血色，自然也是心疼。回去休息吧，别怕，我们傲白会没事的。唐潇点了点头，可是眼睛却止不住的发酸。唐潇这里的事情，自然是瞒不住其他几个师兄弟，大家纷纷在群里发话。唐潇看到之后，自然是知道其他几个人都是担心他，回复：“我没事，受伤的不是我。”邵谦也跟着安抚众人：“师兄弟们放心，我在，我会照顾好潇潇的。”话虽然这么说，可是萧云还是不放心，第一时间从实验室里跑出来，查看唐潇的情况。知道他确实没事，这才给其余人发了消息，让他们都冷静。
萧云从少谦口中得知，这一切竟然都是张家的张双双在搞鬼，神情瞬间阴冷下来。当初张家就欺负唐潇，结果没想到这一次这么过分，竟然差点害死了人。他们不想让唐潇活，那么他们也别想在临城活下去。张双双也被救了出来，可是他全身面积烧伤高达90%，哪怕恢复整个人，自然也不可能是原来的样子。此时的他躺在床上，全身上下都捆着绷带，动弹不得。烧伤之后的疼痛疼得他不断哀嚎。可是众人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向兰芝听得心疼，只能去求医生，可是医生也没有办法。向兰芝突然想到了唐潇，这个贱丫头不是号称什么神医吗？她肯定可以救张双双。打听到对方也在这家医院，向兰芝直接冲到重症监护室门口，嚷嚷着喊道：“唐潇，你给我出来！”第244章，他的情况不太好。唐潇在重症监护室里给龚傲白把脉，男人刚刚从手术室里出来，一个铁片差点击穿了他整个背部，伤到了内脏。虽然手术已经成功将铁片取出，可是龚傲白还是没脱离危险。手术结束的时候，医生表示龚傲白内脏损伤严重，能不能恢复很难说。龚老爷子闻言，整个人瞬间踉跄了一下，好在被龚墨风一把扶住。唐潇从重症监护室出来，脸上的神情也不是很好看，可是他却之前冷静了不少，紧紧抓着龚老爷子的手：“爷爷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有事的。”龚老爷子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眼下他们也只能将全部的希望放在唐潇的身上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唐潇，你给我出来！”向兰芝嚷嚷着冲着走廊大喊，一抬头刚好看到了不远处的唐潇。向兰芝立刻上前：“你在这里刚好，快过来！双双现在不行了，需要你去救她。”唐潇闻言冷冷吐出俩字：“不救！”向兰芝瞬间瞪大了双眼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：“你凭什么不救？双双怎么说也是你妹妹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自诩什么小神医吗？不是说医者仁心吗？你凭什么不救？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她躺在病床上那么痛苦吗？”唐潇冷笑一声：“我现在没时间和你废话，你最好祈祷她还能和你们待几天，到时候她康复，等待她的就是牢狱之灾。我家双双还小，不懂事，什么牢狱之灾不牢狱之灾的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你别废话了，赶紧跟着我去救人。”向兰芝根本没心情听唐潇把话说完，拉着唐潇的手就要走，结果却被唐潇一把推开。向兰芝还要再上前，龚墨风挡在了他的面前：“你想把人带到哪去？张双双如今是自作自受，你再敢骚扰他们试试！”向兰芝虽然平常和龚墨风接触不多，可是眼下男人那双狭长的眸子满是凌厉与杀意，她自然感到畏惧。她不好发作，心里偷偷地想着，总有唐潇落单的时候，于是这才悻悻地离开：“谢谢大哥，没什么，你放心，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会就这么算了。”唐潇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先回去研究药物。”唐潇知道自己如今没有时间继续难过，他将这里拜托给龚墨风，自己回到了住处。他要以最快的速度研究出回魂丹，这是可是起死回生、治病救人的顶级药物，在黑市上也已经炒到了天价。只是这种药物向来是有价无市，因为需要的药物复杂，而且稀少。唐潇连夜发布了消息，动用手里的关系寻找需要的药物。几个师兄弟也第一时间纷纷动用一切关系寻找唐潇需要的东西，还差其中一味药万神花，正是唐潇当初让佛剑校组织去找的药物。之前抱着不拿罢不拿的态度，让对方去给自己准备，没想到关键时刻倒是用上了，只是不知道对方到底有没有找到。万神花这东西自然也是稀少，生长在极寒之地，生长周期也短，
一般人很难找到。就在唐潇打算再去一趟组织的时候，曲晓峰却在这个时候找上了门。开门的时候，唐潇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而对方则是将万神花递了过去。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？宫傲白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而我也调查到，今天黑白两道都在大肆搜刮珍稀药材，我猜到肯定与宫傲白的事情有关。听到有人高价收万神花，我就猜到你需要，所以就带来给你。曲晓峰说的很简单，就像是从一个地方拿到另外一个地方一样。唐潇疑惑，组织那边就这么轻易的给你了？曲晓峰淡淡道，这个你不需要关心。说完，曲晓峰转身离开，仿佛就是一件小事而已。唐潇看着曲晓峰远去的背影，猜到对方这么做，或许也是因为宫墨风，毕竟宫傲白也是宫墨风的弟弟，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宫傲白陷入危机。耗费了一天一夜的功夫，回魂丹终于被研究救出来。唐潇松了一口气，起身，突然感觉眼前一片眩晕，他扶着桌子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出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天2夜，可是这2天2夜，他滴水未进，更是没有合上眼睛，再加上高强度的炼制丹药，眼下身体已经吃不消。唐潇拿出银针，快速给自己扎了一针，然后又从腰包里掏出一颗速效药丸，就水吞下，然后匆匆赶到医院。可是他来到重症监护室门口，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唐潇顿时慌了，连忙拉住一个护士：“怎么回事？里面的人呢？”护士抱着东西，快速说道：“这里的病人情况恶化，出现了休克反应，现在在抢救。”说完，护士抱着东西匆匆走了。唐潇愣了片刻，匆匆往手术室的方向赶去。果然，宫墨风和宫老爷子都在。爷爷，大哥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宫老爷子这2天显然也没有休息好，看着憔悴了许多。宫墨风闻言，面色凝重，他的情况不太好，还在抢救。唐潇着急：“你们怎么没给我电话？”说着，唐潇拿出手机，结果却发现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关机了。这么长时间没给手机充电，手机早就没电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术室的灯熄了，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唐潇连忙问道：“情况怎么样？命是保住了，只是还没度过危险期。”唐潇倒是比之前的冷静：“我知道了，只要宫傲白还有一口气在，他就不会让对方出事。等到他被推出来，唐潇给对方再次把脉，生命体征还是很微弱，但是在唐潇看来已经不是问题。带到病房，我去给他施针，给宫傲白服下回魂丹，再用针灸催化药效。很快，宫傲白的伤势也得到了控制，再把脉，气息平稳，已经没有大碍。医生听到唐潇这么说，自然是诧异，立刻去做了检查。果然，病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竟然已经度过危险期。唐潇坐在一侧休息，宫老爷子看着他小脸煞白的样子，心疼道：“这2天你没能好好休息，赶紧去眯一会儿，这里交给我们。”唐潇此时也已经到了极限，闻言倒也没客气。宫老爷子给他们安排了独立病房，又找了人看守，让唐潇安心去休息。唐潇眼睛一闭，立刻昏昏沉沉的睡去。少谦知道他这2天肯定休息不好，又连夜研究出了回魂丹，自然也是心疼。宫老爷子看向少谦，知道他是唐潇的同门师兄弟，自然也是客气。这一次，傲白多亏了你们，谢谢诸位。少谦不以为意，摇了摇手：“没什么，我们不过是提供了一些药材，可是研究出回魂丹的是潇潇一个人。回魂丹这东西是唐潇看着古籍自己研发出来的，他也毫不吝啬地传授给其他几个师兄弟。可是大家没有一个能和唐潇一样研究成功的。明明都是同样的药材，同样的步骤，可是他们师兄弟几个无一不失败。就连天分最高的师兄萧云，也不过炼就出了一个半成品。这也难怪师傅将毕生所学全部传授唐潇。
同时鼓励唐潇去不断学习、不断创新。而此时另外一边，张双双的情况并不好，坏死的皮肤不断化脓，而且浑身烧伤面积那么大，完全就是毁容了，无法康复。张双双的事情也已经败露，那几个打手为了减少判刑，直接供出了幕后主使人就是张双双，对方涉嫌绑架、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，就等着他出院之后宣判。张双双如今已经清醒，知道一切都毁了，气得恨不得直接从床上坐起来，要去找唐潇报仇。可是眼下他轻轻一动，就疼得龇牙咧嘴，往后余生更是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中度过。向兰芝原本还想着给张双双找最好的医生，让唐潇给张双双治病，可是如今别说让他找唐潇帮忙了，眼下他自己都自顾不暇。张江海涉嫌偷税漏税的问题，公司被调查，就连家里的东西也被查封。一夜之间，张家没落。向兰芝不死心，也想找过宋家帮忙，可是宋家人根本不理会，甚至连一面都不愿意见，只是让他们自求多福。不过龚墨峰这边却得到消息，宋家明手里也有操控人心的催眠药。当初张双双拿到之后对付唐潇的催眠药，也是从宋家明的手里拿走的。宋家这段时间明目张胆地抢夺龚家的生意，摆明了就是要和龚家对着干。眼下简得知龚傲白生死未卜，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大张旗鼓地策划舆论，同时私底下抢夺龚家的利益。只是他们忘记了，龚家除了龚傲白之外，龚墨峰也不是吃素的。当初那场鸿门宴，龚墨峰就已经在暗处偷偷调查，宋家联合了佛剑校组织，从他那边偷偷购买药物，目的就是将对手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掉。当初的临城四大家族可不是他宋家如何上位的，众人心里都清楚，他们是铲除了别人，自己上位，只是奈何苦于没有证据，所以才让对方逍遥自在了这么多年。如今龚墨峰直接亮出了证据，直接将宋家一并拿下。宋家明被抓的时候，还在游轮上和嫩模们一起寻欢作乐，根本没有意识到等待他的是什么。这些事情都是曲晓峰帮你的。病床上，龚傲白躺了3天，如今已经恢复清醒，身体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恢复，让所有人都啧啧称奇。毕竟换作是正常人，估计都要在床上躺上半年。可是如今龚傲白却已经能坐起身。龚墨峰闻言点了点头，不错，他伪装成课外辅导老师，和宋家的女儿宋田成了师生关系，调查起来方便了很多。之前宋家就利用佛剑校这个组织给的药物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了不少人。在得知张双双和唐潇不和之后，他们又想利用张双双的手除掉我们，可惜了，没能如愿。眼看着宋家倒台的消息占据了大大小小的新闻板块，龚傲白却依旧有些不安。佛剑校的人没铲除，这件事情就没算完。龚墨峰自然也知道他在担心什么。你昏迷的这段时间，那边已经在通知我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这2天就会对组织动手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敲响，唐潇拎着吃食进来，该吃饭了。龚墨峰起身，那行，你们先吃饭，我还有事情先去处理。等到龚墨峰离开，唐潇才开口道：怎么每次我一来，大哥就要走？龚傲白笑着将人来到一边的沙发坐下，同时帮忙将保温桶里的饭菜端出来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大哥这是不想当电灯泡。唐潇动作微微一顿，没再说话。龚傲白宠溺地在人的脸上亲了一下，唐潇下意识地捂着脸颊。你做什么？亲亲你。唐潇还想说什么，结果没想到龚傲白再次亲了一下他的红唇。唐潇有些不好意思，你好不好？唐潇看着男人眼中倒映着的自己的影子，拒绝的话根本说不出口。见状，龚傲白再次轻咬上他的红唇，一只手托着他的后脑，一只手禁锢着他的细腰，就像是对待什么珍贵的宝物似的，小心翼翼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被打开了，
宫老爷子和宫卓越的声音传来：“傲白，这次二哥，我来了。”宫老爷子一推开门，就看到了这个场景，立刻捂住了宫卓越的眼睛，快速合上了门。我没啥事儿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唐潇急忙推开宫傲白，脸颊微微泛红，一双水眸氤氲，带着娇嗔的意味。都怪你。宫傲白点头，脸上满是宠溺。是，都怪我。放心，爷爷是长辈，不会说什么。下次我让他进来之前先敲门。唐潇瞪着眼睛，你还想有下次？宫傲白立刻假装投降，举起双手，不敢不敢。因为唐潇的针灸治疗，宫傲白恢复得很快，比预计时间提前了不少出院。而宋家和张家一夜销声匿迹，有不少人猜测是宫家做的，可是宋家都不是宫家的对手。这些人哪怕知道了什么，对宫家的人也只是更加忌惮。唐潇拿起手机一看，瞬间只感觉有些头皮发麻。第246章失联。正是因为他之前火急火燎的要找回魂丹的药材，也让所有的师兄弟们都知道了，他研发这救命药丸就是为了宫傲白，而且他竟然和宫傲白订婚了。几个师兄弟再也无法冷静，纷纷买了最近的机票赶回来。算算时间，明晚他们都会杀到。唐潇将这个情况和宫傲白说了，对方却笑着：“上次订婚确实匆忙，也没能和你家人正式见上一面。刚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和他们好好聊聊，也让他们放心把你交给我。”唐潇提醒：“他们可不好说话，虽然他辈分大，能被称为一声师姐，可是各个大小都宠着他。而且唐潇这才多大，就已经被订婚，知道真相的少谦已经被他们骂的是狗血淋头，指责他竟然帮着隐瞒，简直是罪无可恕。”宫傲白闻言，让唐潇放宽心，他们是你的家人，如果一天不能让他们接受我，那就2天；2天不能接受我，那就3天，总有办法的，别担心。唐潇轻轻被拢入怀中，感受着男人身上传来的暖意，他这才点了点头。晚上，宫傲白还是需要住院，而唐潇自然也留下陪护。公司外面的事情，则是交给宫墨风去处理。苏远这段时间也一直跟着宫墨风办事，可是今晚他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对方。不得已，苏远只要联系宫傲白，询问对方是否在医院。得知宫墨风并不在之后，苏远只好打算去其他地方找找。宫傲白起身：“我给老宅打个电话。”可是老宅那边传来的消息是宫墨风根本没有回去，对方不会无缘无故不接电话，眼下失联，肯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唐潇微微蹙眉，分析道：“难不成是宋家的人？”宫傲白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：“应该不是。宋家如今已经被一锅端，剩余的旁支自顾不暇。他们如果动宫墨风，明显就是自寻死路。那会是谁？”唐潇低头囔囔自语，突然他想到了什么：佛剑校的人。可是他们怎么动宫墨风？难不成消息已经被提前泄露？因为佛剑校这个组织人员牵涉太广，组织基地较大，而且分会十分复杂。他们在临城有很多的临时聚集地，为了调查清楚这一系列事情，相关部门最近才核算清楚，也将于这2天开始正式抓捕。如果有人泄露了风声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唐潇起身：“我去一趟组织。”宫傲白立刻阻止：“不行，太危险了。”唐潇却说道：“只有我能顺利进入组织内部，而且我去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引起怀疑。如果宫墨风真的被他们带走了，我们还不能打草惊蛇。”宫傲白想到了什么：“你先想办法联系曲晓峰，他可以为我们所用。我再安排人先去佛剑校组织那边监视，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”好。孟昶坐在轮椅上，目光冷冷地看着双手被束缚的曲晓峰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曲晓峰，当初我让你监视宫墨风，你给我监视出感情来。再后来，宫墨风中了毒，命不久矣。我还以为你会清醒，结果没想到你竟然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。
孟昶微微俯身，脸上的笑容越发瘆人。你帮助龚墨风盗取宋家相关信息，你真以为我们发现不了是不是？嫣红是个没耐心的。闻言，老大还和他废话什么？按照组织里的规矩，叛徒都得死。曲晓峰警惕地盯着他们，他暗暗后悔，是他掉以轻心，被嫣红发现了他找资料的事情，不然也不至于暴露。嫣红继续说道：“老大，这个龚墨风可是龚傲白的哥哥，而这龚傲白还是唐潇的男人。我调查到，曲晓峰曾经将我们组织里的万神花交给了对方，对方这么帮助着唐潇和龚墨风，肯定是居心不良。要我说，直接把唐潇那臭丫头也一并抓来杀了得了。”曲晓峰目光扫了一圈，一边想着挣脱的法子，一边刻意拖延时间。你们想多了，我喜欢龚墨风不假，但是也仅仅只是因为喜欢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叛组织，我只是不想宋家伤害龚墨风而已。嫣红冷笑一声：“你还想狡辩？”曲晓峰立刻否认：“我没有，我给唐潇万神花也是因为对方早早就在组织里提起讨要这个药材。我记得老大说过，尽可能满足对方一切要求，我不过是照办。”嫣红自然是不相信对方这番话，眸子微微眯起，带着冷意：“到现在你还在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。”说着，嫣红突然吹响了哨子，那哨子是专门控制曲晓峰体内的仙羽。一瞬间，一股让巨腾腾的曲晓峰瞬间蜷缩在一起，魂舍都失去了力气，无法动弹。嫣红手举着匕首，一步一步靠近。老大，就这样杀了他，未免太可惜了，不如将他留给我养毒虫。这经过人学培养的毒虫，那可是最好的养料。孟昶看着疼得倒在地上的曲晓峰，抬了抬手：“不着急，明天他们的最新研发的药物就会出来，到时候先让曲晓峰试试。”曲晓峰一听，瞬间头皮发麻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吃下那些研发出来的药物代表着什么？实验体完全无法承受永生的力量，最终的命运只有死亡。包括之前被打断双腿、吞下永生药物的赵元，此时也变成了一滩烂泥，双腿根本无法行走，皮肤也多处溃烂，器官衰竭，一段时间不见，竟然两鬓花白，成为了一个老头。如今这新的药物就是在原来的药物基础上做了改良，可是曲晓峰并不认为自己能活下来，他慌张地看向孟昶：“老大，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。”孟昶却是冷冷地看着他，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就像是看着一条躺在案板上待宰的鱼。“小峰啊，帮我试药是你的荣幸。”说完，他抬了抬手，被人推着轮椅出去。嫣红恶狠狠地看着曲晓峰：“你就庆幸，你还有一晚上的机会。”曲晓峰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就这么被组织给抛弃了。他是被孟昶养大的，哪怕他知道佛剑校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，他也一直帮着组织处理好一切任务。或许是雏鸟情节，又或许在他有记忆开始，他的生命中就是炼药研究。唯一教育他的人也是孟昶，所以他十分信任这个男人。被安排到监视龚墨风，也是孟昶的任务。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一向100%完成任务的曲晓峰，却对龚墨风动了情。第247章，你怎么被抓进来了？这个男人太温柔，曲晓峰第一次在他人身上感受到暖意和被爱的感觉。明明知道对方不过是个监控的对象，可是曲晓峰却深深陷了进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孟昶这边下了命令，要他给龚墨风下毒。曲晓峰试图争取，龚墨风不像是知道我们组织存在的人，也不像是知道芯片在哪儿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找出芯片。孟昶悠悠抬眸扫了他一眼：“小峰，出去一趟，你都有自己的想法了。”曲晓峰立刻瑟缩了一下，不敢。站在一边的曹毅轻替曲晓峰说话：“之前小峰这孩子为了监视龚墨风，成功打入了内部，这要是下毒，直接毒死了龚墨风，
只怕他们会怀疑到小峰身上，到时候他就插翅难飞了。孟昶却开口道：“这是慢性毒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小峰是我养大的孩子，我怎么会让他遇到危险？”当时曲晓峰拿着对方给的药瓶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当时曲晓峰还十分天真，想着既然是慢性毒，那么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解药。可是他错了，给龚墨峰下的毒根本找不到解药，而且这个毒来势汹汹，直接压垮了龚墨峰。龚家的人自然也怀疑到了曲晓峰的身上，再加上他为了给龚墨峰寻找解药，不得不离开。再后来，曲晓峰终于赢得孟昶的同意，成为一名高中的老师，假装潜伏，为组织做事。实际上，他也是想着慢慢脱离组织掌控，能够去看一看龚墨峰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几年的时间，龚墨峰竟然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。他后悔、心疼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幸运的是，唐潇的出现救下了龚墨峰。可是对方出众的医术也被孟昶看上，将他拉拢入伙。龚墨峰康复之后，也遇到了几次危险，其中又一次，龚墨峰在公路上被人围堵，是他骑着机车过去，将人救下。他以为龚墨峰会生他的气，会恨他，可是对方没有。曲晓峰原本不敢求得龚墨峰的原谅，结果没想到龚墨峰压根就没有怪罪他，也知道他身不由己。曲晓峰承认，他再次爱上了龚墨峰。这一次，他不想再让悲剧重演。知道龚墨峰想要对付宋家，他直接拿出了宋家明父子勾结佛剑校组织的证据，成功扳倒了宋家。可是没想到自己的事情竟然会败露。眼下曲晓峰被关在隔间里，脸上忍不住浮现出一丝苦笑。他为了佛剑校组织努力了这么多年，结果换来却是这个下场。现在想来，和龚墨峰待在一起的日子才是他最幸福的时光。眼下等待他的只剩下死亡。曲晓峰嗤笑一声，无所谓了。只是没有想到，2个小时之后，囚禁他的房门再次被打开。曲晓峰睁开眼睛，却发现龚墨峰竟然也被带了进来。曲晓峰错愕地睁大了眼睛。龚墨峰，徐晶站在一侧，看着他，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死人。这小子偷偷跟踪你，被我发现了，放他回去肯定会打草惊蛇。刚好你们凑在一起，做一堆亡命鸳鸯。说完，徐晶起身往外走，再次关上了房门。龚墨峰看着曲晓峰，哪怕双手双脚被束缚，却还是艰难地朝着曲晓峰靠近。你怎么样？曲晓峰诧异地看着龚墨峰，你怎么被抓进来了？他慌乱地起身，你不能继续留下，必须走。原本已经放弃的曲晓峰快速扫视四周，这间房子是他们用来关押人做实验的，上面还有监控，他必须想办法偷偷破坏监控，然后逃出去。龚墨峰看着他脸色微微苍白的样子，你没受伤吧？我看到他们把你带走了，不放心，故意被他们抓进来。过来看看。曲晓峰有些着急，你糊涂啊？我被抓了就抓了，你一个人进来多危险，我不敢耽搁。你放心，我手机设定了自动发消息程序，眼下我的求救信息应该已经传到了奥白的手机里。曲晓峰将脑子靠在男人的肩膀上，在外人看来，就像是2个人相互依靠。曲晓峰低声快速说道：“这里有监控，不要有太大的动作，把我头发上的发夹咬下来给我。”龚墨峰闻言，亲了一下曲晓峰的额头，继续和他耳鬓厮磨，趁机偷偷咬下发簪。此时监控室里，嫣红看到这一幕，不屑地翻了个白眼，都事到临头了，还这么亲热，你们机灵点，可别出什么差错，不然为你试问。明白。嫣红说完就往外走，看着监控器的2个男人，见到监控室的画面，2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心照不宣的笑意，压根没当回事。小情侣见面不都这样？曲晓峰拿到发夹，悄悄藏在手里，悄悄移动着，发夹一侧的锯齿就露了出来，这是他的防身武器之一，就藏在发夹里，谁都没有告诉，就连孟昶都不知道。唐潇这边去找曲晓峰，
却发现对方也不见了踪影。而宫傲白这边也收到了宫墨风的消息，如果你收到这条消息，我已经被佛剑校的人带走，我去救小风。眼下他们已经可以确定曲小风和宫墨风二人都被佛剑校的组织带走。这个组织什么情况，众人心里都清楚，自然是不能继续耽搁。宫傲白立刻联系了相关部门，对方得知事情之后，立刻表示会提前行动。宫傲白点头，务必要保证他们的安全，我们尽力。唐潇站在一侧，闻言说道：“我能进入他们组织内部，我给你们带路。”宫傲白想也不想否决了：“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你去只能是自投罗网。可是我不去，他们一群人很难进入内部，也很耽误救援的时间。他们既然已经发现了曲小风在暗中帮助宫墨风，只怕两个人都是凶多吉少。”宫傲白不愿意让唐潇涉嫌，可是唐潇却执意要这么多，眼看着拦不住。宫傲白开口：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一边的刘长官知道之后，给他们两个人分别拿来了一套救生衣，让他们穿上。唐潇身材偏瘦，穿上救生衣之后，外面再穿上一件外套，倒也看不出来。他朝着组织走去，结果被门口的人发现了，立刻拿着武器抵在他的脖子上。没想到你还自投罗网，跟我去见孟教授。唐潇举起双手表示投降，下一秒他一把将身后的人过肩摔，然后一把将人打晕，不给对方呼救的机会。看来孟昶也发现了唐潇存在问题，宫傲白带着人上前，一场恶战看来是免不了。第248章，你觉得我稀罕？唐潇拿出电脑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给我几分钟，破坏这里的监控。”而刘警官则是让手下的人跟着通道往下走，务必要将人全部抓住，让他们跑了那就完蛋了。唐潇几乎是争分夺秒地破坏了监控，又破坏了这里的警报器，所以一行人下来的时候还算顺利。而另外一边监控的人发现周围的监控都黑了的时候，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出去找嫣红。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基地地大门就被打开，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冲了进来，手上拿着武器，对准了他们。这些人不过都是负责做实验的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见状立刻举起双手投降。徐晶和嫣红等人此时都在孟昶的身边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外面：“我们被包围了。”孟昶却比他们想要的冷静不少，立刻摧毁所有数据，带上芯片，我们撤，只要他还在，就可以东山再起。徐晶和嫣红立刻吩咐下去，毕竟摧毁所有材料，同时拿上芯片，推着孟昶就往秘密出口走去。这群人来得太迅速，而且是装备已久，几乎在几分钟之内就已经完全控制了大厅。孟昶的手下立刻火力支援，大厅混作一团。唐潇和宫傲白躲在实验台后面，唐潇眼尖，一眼就看到了嫣红，对方的红色头发实在是太过显眼。我去追孟昶，让他们跑了就白费了。你去找宫墨风。宫傲白郑重道：“小心。”明白。宫傲白立刻开始搜索宫墨风的下落，而宫墨风这边，两个人立刻发夹解开了绳子的束缚，又偷偷挪动到门口的位置。只见曲小风再次转动着发夹，里面伸出一根小小的铁丝，他将铁丝对准了锁眼，转动了几下，门竟然开了。宫墨风立刻打着曲小风往外走，结果没想到一出来就被人发现。站住，别动！曲小风和宫墨风举起手，等到这些看守的人靠近，默契的一人打晕了一个。曲小风立刻说道：“我们走。”结果还没走2步，里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枪声。宫墨风反应过来，是傲白，他来救我们了。两个往外走，果然就遇到了宫傲白。知道他们没事，宫傲白心里也稍稍放心，让他们跟着负责人先出去，自己则是去找唐潇。曲小风却说道：“我知道孟昶的账本在哪儿，他和临城不少达官贵人签订了合约，给他们送药，帮助他们无声无息地杀人。”宫墨风闻言，有了这东西，
孟昶这辈子都别想走出牢房。既然这样，两边的人也只好分开行动。宫傲白立刻出发去找唐潇，嫣红和徐晶护着孟昶上电梯。结果没想到唐潇却赶了过来，他缓缓靠近，勾了勾红唇：“几位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”嫣红骂道：“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心思不单纯，加入我们是另有目的，那又如何？”唐潇笑了笑：“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。”孟昶的眼神里带着阴狠：“唐潇，我对你不薄，你竟然也背叛我，你也为了那愚蠢的情情爱爱，你跟着我，我可以给你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，给你最好的实验设备，将世界上所有的好药材都给你。我现在还能给你一个选择，你想清楚。”唐潇冷冷地看向孟昶：“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给，我自己就有。你觉得我稀罕？而且我需要的是治病救人，而不是研究药物害人。你为了一己之私，害死了那么多人，就能一句不提？可惜了，这事情没完。”见唐潇已经是铁了心，孟昶黑着脸，没再多说什么。嫣红走出电梯，对着徐晶说道：“你先带老大离开，这里交给我。”嫣红从后腰掏出枪支，对准了唐潇，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。唐潇就地一滚，躲在了柱子后面。嫣红一边走着，一边扣动扳机，唐潇只能狼狈地躲藏。“你刚刚不是挺厉害的？你倒是再嚣张一个看看呢！”说着，嫣红再次开枪，唐潇不得不继续躲在掩体后面。“嫣红，你是不是打不过我，只敢用枪啊？有本事咱们单挑试试！”嫣红嗤笑一声：“还真的是幼稚，我一颗子弹就能送你上天，我为什么要和你试试？”看到唐潇露出的脚踝，嫣红再次扣动扳机，只是她没注意到，这是唐潇故意露出来的破绽。他想要继续开枪，可是枪支里却没有了子弹。就在他重新换药的功夫，唐潇立刻冲了出来，朝着他撒了一阵白色的粉末。等到嫣红反应过来，一切都晚了。“你……”唐潇笑了笑，直接抽过对方的腰带，将人困在了一边的栏杆上，同时捡起对方的枪支和子弹，朝着电梯追去。唐潇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车库，此时周围都已经被警察包围，他们要是想逃出去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“潇潇！”唐潇转身，是宫傲白，对方赶来了。两个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，一起搭乘电梯上了最上层。就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徐晶拿着枪刚好站在电梯门口。宫傲白几乎是第一时间将唐潇护在怀里，砰砰两声，双方同时倒下。徐晶怔怔地看着自己的胸口，他预判失误，没想到唐潇的手里竟然也有枪。唐潇紧张地看向宫傲白：“宫傲白！”宫傲白紧紧皱着眉：“喊老公的话，我可能就没事了。”唐潇紧绷的神经有些迟钝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：“你别给我闹，你穿着防弹衣呢。”宫傲白见状，这才起身，笑着摸了摸刚刚被击中的地方，可是真的也很疼。宫傲白好不容易出院，唐潇自然是心疼，轻轻抓住他的手：“下次遇到危险，不用替我挡着。”宫傲白却道：“那怎么行？我护着我老婆，天经地义。”唐潇微微一笑，心里自然是感动。眼下只剩下孟昶一个人了，他跑不远，两个人出了电梯，立刻寻找孟昶的下落。可是这里的车子很多，孟昶到底藏在哪里？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无法知道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车子毫无预兆地朝着他们冲来。下一篇更精彩，关注和尚继续为您带来精彩故事。